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大事儿。美国化债走投无路，中国为何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反内卷呢？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惊天博弈呢？别看美国现在内斗很严重，好像太多事情都说不准。其实啊，美国这么斗下去，却又拿外面的中国没有办法。基本上后续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朗了。最终会怎么样呢？由美联储背走一切。无论怎么内斗，美国现在面对的最大危机，实则是根本无法化债。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美国无法有效化债的压力，正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疯狂传导给全球各个角落。就像咱们国内不少人这几年赚不到钱，这种巨大压力就开始转化为各种关系破裂。大家刷短视频经常看到的那些狗血剧情，其实背后都是钱闹的。相似的逻辑放到今天，美国无法有效化债，意味着美国的精英们只能两手都要硬，内部逼美联储放水，外部尽可能搞钱。当然咱们也要承认，这是拜登经济学留下来的一个天坑。然而当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层，事情也就开始变得微妙起来。虽然美元依旧强势，可是全球市场已经不乏各种抢跑者。2025年年内，贵金属价格能够涨成这样，就是最好的案例。关税战本质上就是美国无法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更多美元。美国无法接受更多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扩张速度已经远超全球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能力。问题是现在不超发美元，债务困境就真的会变成重大危机。更要命的是，中国以前积极融入美元体系，不断给美元背书和支持，现在中美完全交恶，当中国不愿意再给予这种支持，甚至还想要拿回自己的东西，美国化债的难度近乎是被双重打击。那美国会怎么办呢？之前是定向打劫，尽可能多抢，以后呢就是尽可能放水洗债，前者是专门盯着你来搞，后者是全球一起承担通胀。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明年5月份鲍威尔就要下台了，后面新来的美联储主席大概率就是那种往死里放水的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一到，全球经济的玩法就要彻底变了。这也意味着现在中国央行的处境有些尴尬，因为美国人化债正处于抢钱快结束却还没完全结束，收铸币税快要来却还没来这个尴尬期。你说这个时候出手吧，可能早了；不出手吧，又怕晚了。那中国这边呢？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中国2000年郡县制的威力了。现如今咱们都知道，中国经济陷入偏通缩环境。然而要问一句，能够拖这么久而不去出手摆脱，会不会有什么新图谋呢？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揭秘的核心。这招真的是太狠了。任何一个成功升级为先进制造业强国的国家，都曾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偏通缩环境。1929年到1938年的美国经历了大萧条，70年代后半段到1982年的日本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本质上就是要通过人为重置生产要素价格，确保产业升级中的企业整体运营成本足够低，这是产业升级成功的必由之路，逃不过去的。那如果偏通缩，环境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配套，咱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大家想没想过？这背后藏着3个惊人的目的。首先，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足够强大，这就是购买力的信用夯实。其次，可以用价格战卷死全球先进制造业国家的同行，这也是目前美西方国家最恨的地方，真是卷得人家睡不着觉。再次，低成本环境下的产业升级，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整个行业的竞争优势和跨代发展。所以之前几年没有去拉地产，就是在压低生产要素价格，这招够狠吧？不过这个策略也是有极限的，当偏通缩环境久了，人毕竟还是有生存成本边界线的，这个不能被击穿。目前最新的结果是，国外需求也吸不了多少，美国洗债的动力驱动下，还在跟咱们抢全球流动性。此外，国内需求弱得可怜，甚至反噬咱们上游大型制造业国企和央企，这就有点伤筋动骨了。这也提示咱们2025年必须要反内卷了。内卷拼升级已经榨干了阶段性的红利，到头了。再这么搞下去，真的要出问题了。中国新周期启动。事实上，整个事态的发展是在加速的。
越来越快。中国内卷要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命，人家就通过地缘博弈来搞保护主义，进而又来对冲咱们内卷的能力。往后看，全球总需求能增加的那一点点只会越来越弱，真的是一点汤都没得喝了。其实这种危险现在国内关注度不高，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是近在咫尺的重大风险。这也提示咱们，中国央行最早就在12月份，最晚就是明年1季度要开始有些动作了。对应的是，美国的化债思路也要发生彻底改变，完全不一样的玩法了。12月份的经济工作会议定向补水是必然，但也不敢太多。为啥不敢太多呢？因为要防着美国人放水收铸币税那一手。如果美国是抢钱，中国守住篱笆即可；如果美国变成收铸币税，这个防不胜防，中国就要思考如何确保里面的流动性刚刚够用，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上一次美联储大放水是2020年，结果2020年下半年咱们就出现了明显的仿古双高，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不过这次有新的变量，放水是可以减缓很多经济体的短期痛苦，可是国与国之间的产业链战争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是避免不了的。中国的全球经济势力版图不够厚实，还会是一个短板。咱们对全球经贸的掌控力虽然广，但深度不及美国。美国可以直接命令其他国家你必须这么干，咱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因此，中国大规模举国债何时启动，将会是“15+5”规划期间的最大看点。从经济底层逻辑看，中国中央财政部杠杆率这么低，是唯一还有空间加杠杆的。过去几年，咱们出口牛也是吃了别国财政部加杠杆的好处，人家印钱，咱们赚钱。现在人家都加不动了，该咱们的中央财政部上场了。中国的中央财政部必须加速举债，形成全球最大的债券市场之一，这才是内需的真正根基。未来央行应该用国债替换外汇储备，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的政策配套。与之对应就是中国对外债权应该减少美西方国债持有，转化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股权和债权，预计这也是本次会议结束后全面提速的领域。全球经济加速步入泡沫化，中国恐难以独善其身，美国不愿意继续承担全球霸权统治成本，中国也不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全球到处都是混乱甚至战乱，恐怕明年就是超级元年了，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所有这一切渐渐汇聚，也就构成了本次会议要直面的困境，在稳增长、防通缩、防资金外流的3股压力下苦苦支撑。目前要走出这重负，资源和条件还不到位，这就像美西方国家要摆脱滞胀，暂时也做不到，大家都在泥潭里挣扎呢。美国目前的困境也直接给咱们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个是必须要去直面的，躲也躲不掉。很明显，美元要虹吸全球，资金就需要强势，可是要收铸币税就要走弱。现在全球过剩储蓄已经没有了，大家都缺钱，在债务规模持续飙升的背景下，美元会间歇性出现流动性不足，初期是虹吸别人，后续则是倒逼美联储放弃独立性，最后才会逐步走向真正的长期弱美元。事实上，美国的流动性危机根本不可怕，美联储放水就可以解决。咱们真正担心的是美国财政部的危机，这个是财政资产负债表危机下的冲击，是没有很好办法处理的，这才是大麻烦。于是中国就遇到了新的挑战，既要东亚维稳搞发展，又要产业升级去抢储蓄，还要尽可能不拼命加杠杆刺激内需，三者同时满足恐怕做不到了，只能3选2。从这个维度，12月份的经济会议不过是为国内更多宽松先做个铺垫，如果注定要走这条路，那就走得尽可能谨慎一点，慢一点，看清楚美国人如何出牌了再说。也因此2026年中国工业投资飞速增长带动 GDP 这个模式还会继续。对于咱们而言，只要国家肯真金白银砸钱去扶持的产业就是好东西，跟着走准没错。因为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国内最大的甲方只剩下有形之手，其他都趴在地上嗷嗷待哺呢。中国如今对付地缘矛盾工具是相当多的，且极富层次感。这种谨慎出手的做法意味着中国更加关注的是加速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经贸往来。根本原因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声浪恐怕是要来了。
而且来势汹汹。现在的矛盾都不过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大招还在后面。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用一个更大的经贸圈子，为自己的企业和商品出海铺平道路。如果这件事不能提速完成，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升浪真的来了，咱们将被直接锁喉，到时候想动都动不了。当然，围绕人民币有限国际化的做法也会全面提速，对应的是中国会加速跟美元体系做切割，这个过程会相当痛苦，却又是势在必行的。而今中国的做法是渐进式抛售美债，增持黄金。如果金融端的切割全面提速，这对于贵金属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金融市场又意味着什么？大家自己品。请注意，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两大阵营的玩法了。事实上，现在就是混乱，甚至是天下大乱，各自为政，谁也不管谁。因此，反内卷是中国马上要全面推进的，否则咱们就会血亏，真的是血本无归那种。反内卷对于传统行业的龙头而言，自然就是天大的利好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12月份的经济会议其实就是吹响反内卷总攻的号角，这个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看到这的朋友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的话，记得点个赞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